人死不能复生啊，节哀顺变吧。哎，你这一走，我也够伤心的。自然我成天嘴上说要找你报仇，如果你活着，没准我会和你结为兄弟。可惜啊。夫人，亡者逝去不能生还，可生者还要好好的活着，请夫人节哀顺变，多多保重身体啊。两位司令，请先偏堂用茶吧。你去吧，我陪刘双。林司令，幸亏啊。秦司令，请。宋妍，你去陪着林司令吧。姐姐，我担心司令和这半天会有冲突，你还是陪在旁边的好。没事啊，我就想陪陪你。林司令，有句话说得好，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。你说，是不是就是说你我现在这个情景啊？是有这个说法，但是我倒要请教秦司令，你我早在三江战场就见过面了，那时候你为什么不掩护？那个时候，老子们不是和你在一块打日本人吗？准确的说，当时如果不是我们新四军的出手援助，你们怕是被小日本早就消灭了。闭嘴！没你说话的份儿！这个土豪家的做生兵。对，你们是救过我黑风洞，这个情儿我们领了。但我大哥他儿子那条小命没了，这笔账又该怎么算呢？你真是睚眦必报的人。宋岩，这样说话，这位兄弟未必懂。人命关天，若在当时的情形，当然要算。但是秦司令，世事难料，你我今天该要清算的是日本人。你若还承认自己是个中国军人，就应该以抗战大局为念，把那段悲剧翻过去，不要再重复亲者痛，仇者快的历史，伤了抗日志士的心。司令，林司令言之有理啊，国恨大于家仇。救国军和新四军日后在上清江还要联手对付东洋鬼子呢。既然林司令和我的参谋长都这么说，那我还有什么话说？不过，我有一件事儿要请教一下林司令啊。秦司令，请讲。哎呀，这磐石堡是上清江最大的武装啊，人多枪好，又有钱。可惜呀，现在秦少武死了，剩下这个柳双一个人，恐怕是独木难支啊。我知道，这柳双曾经是林司令手下的兵吧？哦，这新四军是见缝插针，扩张实力是有一套的。这林司令对磐石堡恐怕不会没有什么想法吧？新四军联合一切力量抗战，但是有自己的民族政策。我们会全力支持和帮助柳双儿控制磐石堡局面，走抗战的路。至于磐石堡将来想依靠谁，或不依靠谁，由他们自己选择。秦司令这话说得好含糊啊！林司令这次来磐石堡的目的，我算是明白了。不管你明白不明白，抗战的路要坚持到底。对对对
对。双，磐石堡是你的地盘，要是真出了什么事儿，你可别乱了方寸。我明白，你当然也该明白。少武走了，你没了依靠，但是你不能这整天守着个灵堂，没有了主张，没有了保护自己的手段。少武走了，该跳出来的人，他就会跳出来。郭姐姐放心，我会有办法保护自己的。看我这毛病，老是小瞧了你这个妹妹，怕你吃亏。姐姐，方司令，好气度啊，大有支那古人的风骨。败军之将何谈风骨？让将军阁下见笑了。方司令，你不用这样自责。国军的100万大军都挡不住皇军的铁蹄，望风而逃，你却没有弃城，在下十分的敬佩。我以为鱼肉静待刀俎。方司令，我们是不是到府上一叙啊？啊，请。你为什么不逃？我要论到耶和华说，他是我的避难所，是我的山寨，是我的神，是我所依靠的。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罗网和毒害的瘟疫，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，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。你要受的苦，你不用怕。魔鬼会把你们几个人下在监里，叫你们被试炼，你们必受患难10日。既然你至死忠心，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。神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得胜的必不受第2次死的害。阿门。把他们秘密押送回国。是。哎，柳霜现在是最需要人关心的时候啊。妹子有什么打算啊？奔个丧，进个义，回山。哼哼，我看妹子不止这点远见胸襟吧？有啊，这奔丧进义，维系姐妹的感情。你就没为你的结义姐妹多想想吧？你看啊，这么大个磐石堡，这么大个自卫队，秦少武死了，就剩柳霜一个寡妇，是独木难支啊。我看这上清江大大小小的山头，唯有我们救国军可知妞儿。长所，你咬文嚼字的费不费劲啊？我已经被你逼成了国民党的人，怎么你还想利用我的关系，把我的姐妹也拉进来？妹子，这话说的可不在理儿。哎，你看当年，要不是红军容不下咱们，
我现在可就是红军呐。先不说这个，不说这个啊，不管他红军白军，现在都他娘的是抗日打鬼子的队伍。嘿嘿，咱把柳双给拉过来，于公，这壮大了咱救国军抗日的队伍；于私，也扩充咱们的势力，不是？再说了，柳双他在磐石堡也有了靠山。夫人，你这是在山里长大的，这规矩你不应该不懂。秦少武死了，柳双一个寡妇，一个外乡女人，那磐石堡的秦氏宗祠是容不下她。容不下他，那容得下谁？自然是容该容的人呐。嘿嘿，他磐石堡的秦氏宗祠，靠谱的男人是大有人在。我明白了，张所啊，虽然柳双儿跟我是生死之交，但是呢，我并不打算利用我们的关系去左右各自的选择。就像当初，他左右不了我跟随着你加入国民党的队伍一样，现在我也无权左右他。不过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是敢伤害柳双儿，我一定给你好看。哎，夫人，你看你这说发火就发火。他柳双是你的结义患难姐妹，那我是你丈夫，那就是我秦长所的患难姐妹，对不对？他秦少武死得早，他没这福气，要不就冲他同小鬼子干过的这几仗，我也会不计前嫌跟他结为兄弟。好了，夫人，你放心，我这半天绝做不出来对不起你患难姐妹的事儿，绝不。真妹子同咱们有怨，她同柳双儿又是生死的姐妹，她会不会影响柳双儿倒向刘国军？宋岩，你跟秦少武是挚友，同真妹子的交道也不浅，这个问题，你能不能回答我？司令，你是在考我？不对，这应该是你的任务，否则我不会派你陪同柳双儿护送少武的遗骸返乡啊。我明白了，您这是未雨绸缪。可是已经有人想到了，刚才不是已经进行了火力侦查吗？司令，您放心，我向您保证，柳双儿绝不会投向救国军，谁也影响不了他。只是现在问题的关键是，磐石堡组织，女人不能袭任堡主，更何况她是个外乡女人。前些年，她帮着秦少武整治磐石堡，树敌不少。在磐石堡，如果没有了堡主的地位，就会失尽一切权力。他现在最大的威胁是自卫队2分队长秦彪。这正是我们此次来拜会宗祠4族老的目的所在。走吧。若不是凌司令的新四军救援及时啊，我磐石堡自卫队500子弟，怕是要玉石俱焚，尽遭日寇毒手了。可还是不幸的很呐，迟了一步，没能挽救回秦堡主的生命。唉，出师未捷身先死，是少武的悲哀，更是我磐石堡全体父老乡亲的悲痛和不幸啊！我亲眼所见了那面4字大旗，少武没有辜负家乡父老的厚望，标榜了全磐石堡民众誓死抗战的英雄气概，已经在三江战区传为了美谈。凌司令此来有何见教？上清江很快就会沦为敌后，磐石堡曾是号召上清江民众出山抗战的第1支武装，现在少武兄弟去了，
磐石堡抵抗强寇、保卫家园的大计，当需有人主持。林司令关心的是我磐石堡下任堡主之事。磐石堡如何抗战，全系堡主一人。大哥，果不出所料，这林峰嘴上说的好听，可是暗中却已经去公祠，对4个族老指手画脚的。这大哥莫说二哥，咱们不也盘算着想利用夫人吗？嘿，要他娘乖就跟磐石堡肥呀，肥的他娘的流油。大哥，嫂夫人是什么意思啊？指望不上。上清江抗战，咱们同新四军水土风流，那靠的全是实力。再往远了说，打跑了日本人，论功行赏，那凭的呀也全是地盘和实力呀。这不用你教给我。嘿，早知道控制磐石堡，那柳双人会是个障碍，还不如趁着秦少武的死换个办法。你是说秦彪？是啊，起码不会担心他投靠新四军。可柳双儿却未必，他曾是红军，还是林峰的手下带出来的兵啊。要说这个秦彪，他现在是巴不得这个柳双死。如果他要得了逞，柳双怎么办？啊？你们让我又如何去面对夫人啊？夫人，那简直就是一河东狮子，简直成了你的紧箍咒啊，大哥！亏你想得出来河东狮子，有那么可怕吗？我说你小子，河东狮子怎么了？哎，你个老五，仗着我这么多年宠着你，你是欺男霸女，我看还真得有这么个狮子镇着你。老五，你真该感谢大哥呀！这么多年，要不是大哥护着你，夫人早把你给崩了，而且崩的弟兄们心服口服。你真得想一想，咱们现在要是把柳双给坑了，夫人会干什么？我作为上清江抗战一方的新四军首领，想为各位族老提个建议。林司令，请讲。时局危艰，当由柳双儿代保主位，统一指挥抗敌。一则，磐石堡发生的变化，我想各位族老已经有目共睹，柳双儿是功不可没。其二，我想各位族老早已清楚，柳双儿本就是个军人，是闻名遐迩的红六军的战士。此次带领磐石堡自卫队血战连营关，早就在整个三江战区打出了威风。林司令怕是有所不知，邵夫人的确是治保有方，骁勇善战，但我磐石堡祖上却也早有遗训，堡主之位必须得由宗祠子弟袭任，一成不变。林司令，我等4个老朽，只有代表宗祠维系堡主继续人的义务，却无权违背祖训。各位族老所说的这位宗祠子弟，可是秦彪？宋先生所说不错，正是这位后生。可我记得当年折半天匪帮围攻磐石堡之时，危急关头，正是这位秦彪，先是见死不救，然后又打开西门，煽动堡内的民众逃跑。当时4位族老都在场，不会是忘记了吧？哎，陈年旧事不可为凭。宋先生是邵武当年的挚友，堡主大宅的常客，更当清楚秦彪是邵武的嫡亲堂兄，多年担任自卫队要职，文武双全，出类拔萃呀。大哥二哥，有了。说，咱们
暗中警告秦彪，让他得势后不得害了柳双儿的性命。而柳双儿若是失了势，也一定不会再留在磐石堡，说不定啊，就是个落难的人。大哥，嫂夫人收编落难时，跑到磐石堡营盘，那柳双儿以姐妹相待啊。如今她要是落了难，也一定会跑到咱们的黑风洞找她这个姐姐庇护，咱们好生相待。老五，你这点子算是开了窍了。夫人最在乎的就是和柳双儿的姐妹情，只要不伤了柳双儿的性命，夫人那边也许还好过得去。老五，这件事情必须得……兄弟明白，会做的天衣无缝，让旁人只知道是秦彪顺理成章做了堡主。最主要的事情别忘了跟他说。大哥吩咐，让他承诺，他的磐石堡就是咱们黑风洞的磐石堡。那还用说？他要是敢不答应，我们就支持柳双儿做堡主，整死他个姓秦的。各位族老，我去正告你们，磐石堡抗战在上清江一发千钧，我新四军主导上清江抗战，虽不干预民族事务，但却干预抗战局面。各位族老若无视现状，仅凭祖制这本老黄历来否定柳双儿，未免草率牵强，甚至还会带来动摇磐石堡根基的后果，影响整个上清江抗战局面。请各位族老慎而处之。林司令怎么就能断言我宗祠子弟秦彪不能治理磐石堡，主持抗战大计呢？因为他有劣迹，而柳双儿已经在三江战场教训过日本人。林司令的话我等记下了，我们再行商议啊，商议。老五啊，你看你这么算计柳双，真要有朝一天我在河东狮子面前掰不开的时候，你让我该怎么办呢？啊！兄弟为了大哥的大业，问心无愧。真要到了那个关口，我相信大哥的心里边会有一杆秤。大哥，其实你这心里早就是这么盘算的，故意在激将老五吧？我要是挺在表面上同夫人撕破了脸皮，那后面的事谁来收拾啊？司令高明啊！高个屁！算上你这个参谋长吧，彼此彼此。今天晚上，姐姐留下来陪我吧。好。咱们姐妹生死一场，10年了，我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一起常待过。可是，在我心里，这10年，从未跟姐姐疏远过。都是我的错，是我误会了你跟少武。这隔着几座山，却也耽误了我们之间的情分。不怪姐姐，本来磐石堡跟黑风洞就有仇。再说了，姐姐一直仇恨土豪，这没什么错。双儿，我提醒你，
黑风洞和磐石堡的仇恨并没有消，他只是换了一种方式。按姐姐这么说，我现在是内忧外患了。爽，如果磐石堡依附黑风洞，保住你的地位，你会不会同意？绝不会。但是我想，这也不会影响我们姐妹的关系。这半天在打磐石堡的主意，被我回绝了。可是我太了解他了，这么大的利益在面前，他肯定不会轻易放弃的。他一定还会再想办法来威胁你。双儿，我一会儿再过来。你有什么话不方便当着他说吗？双儿，你怎么还这么天真？这事本身就跟他们有关系。救国军来者不善，但是真姐姐未必。说你的事儿吧。双儿，我很担心你的处境。对了，林司令员也在为你担心。谢谢你，宋妍。但是现在自卫队还在我手里，谁也不敢轻举妄动。对付氏族组织，仅仅依靠自卫队是不够的。现在4位族老抬出了秦彪，林司令员的话虽然对他们有影响，但不是最后的结果。秦彪，这么些年以来，他一直就是少武身边潜在的威胁。现在少武走了，这威胁自然落在了你的头上。如果这个时候救国军再在背后做什么手脚，你将难以应付。宋妍，你是不是觉得这些年我嫁给了少武，做了少奶奶，就变得娇贵了，变得依附于他？我想不应该是这样的。双儿，我更希望你还是那个被少武和我用花轿抬回来的红军女兵。当年的你用智慧和勇气打败了黑风洞匪帮，得到了全堡民众的爱戴和拥护。你帮助少武发动兵变，夺取了堡主大权。那个时候，我跟少武虽然担心你的安危生死，但从来不会担心你会用你的智慧和勇气，让我们化险为夷，转危为安。双儿，你知道吗？那个时候的你，在少武和我的心中，就是智慧和勇气的化身。你说的那个红军女兵，应该还在。双儿，你放心，这事我绝不会袖手旁观，我会帮你。组长，都处理完了。一群上帝忠实的信徒。这座教堂以后就是我们军统三江特工站的秘密据点。我的代号是白虎，8人的图腾一定吉祥。你们也将有自己的工作代号。
我们现在斗争的对手不仅仅是日本人，还有方七佛这个大汉奸。他对我们太了解，是个极其危险的人物。各位，这是我们第一个要牢记的。是，组长。你还没哭够啊？啊！你能不能不哭了？为什么死的不是他柳双儿？要真是柳双儿啊，那堡主的金交椅和你这个美人，老子都得不到。秦彪，你真是条毒蛇！什么？我是毒蛇？你拉倒吧你！秦玉环，我告诉你，现在咱俩是乌鸦落在猪身上，谁也别说谁黑。这些年，陷害秦少武和柳双儿，这一桩桩，一件件，哪一件少得了你？啊，秦玉环，你这盏灯也不比老子省油。你去哪？关你什么事？站住！秦玉环，我告诉你，现在秦少武死了，堡主这把金交椅和你这个美人，老子就定了。当然，到时候老子做的第一件事儿，就是先除掉柳双儿，让你的心里永远彻底的干净。是你，秦队长在家呀？看来我来的是时候啊。你来有什么事儿？磐石堡祖训不与官兵为伍，你我站在门外说话，怕都有不便吧？进来吧。看来啊，宗祠这几个老头倒在其次，秦彪才是柳双儿的最大威胁。你判断的很对，宗祠里4位老朽，才是聋子的耳朵，是摆设。我们最大的敌人是秦彪。这个人很多年前我跟他打过交道，此人心机很深，心狠手毒。他要一旦得了势，必然会伤害柳双儿。哼，你这话倒是提醒我了啊！你在磐石堡待过。是啊，我参加革命以后，这些情况祖上都清楚啊。我又不是苏区保卫部的，在这审查异端分子呢。我是说，你救过柳双，又和秦少武是好朋友，现在人家丈夫没有了，你是不是胡说八道？我全是为了稳定磐石堡的局面，是为了壮大我们的队伍。当然了，我也希望我能够为林军长分担些困难。你把话扯哪儿去了？说正题。好，那你想怎么帮柳双？彻底解决秦彪，一劳永逸。暗杀！恭喜秦队长！我有什么喜啊？让你大半夜的来贺喜？秦少武死了，秦队长当堡主了。
这是祖上立下的规矩，谁想挡也挡不住。所以嘛，我们救国军，一来呢是向秦队长贺喜，二来呢是想交你这个朋友。哼，谢了，只要不是夜猫子进宅就行了。这话怎么讲？夜猫子进宅，准没好事儿。那要真是这样呢？你什么意思？意思是，秦队长荣登堡主，恐怕不那么方便。哼，笑话。不是笑话，是真话。秦队长，磐石堡的自卫队掌握在柳双儿手里，他会轻易让你当堡主？自卫队是打仗用的，谁当堡主可是宗祠说了算。秦队长大意了，我还知道，新四军的司令已经去过宗祠，逼迫4个族老推柳双儿做堡主。那不用管，磐石堡是不会听官兵的。哎呀，我的秦大队长，你那边黄历呀，老了。现在是什么时候？新四军在上清江抗战，以老大自居，岂能不罩着你磐石堡？人家是为抗战，你家祖制管什么用？就是罩着他4个族老，4个族老也不敢放屁。明天秦彪会被秦少武选墓地，是个好机会。伙计，这真不是个小事儿，必须告诉司令，绝不能报告。林司令不会同意的。大刘，你是不是我最好的战友？你是记性不好还是忘恩负义？哪次有危险的事儿没跟你在一起啊？好，我决定了。为了我们新四军在上清江的抗战大计，也为了柳双儿，秘密处决秦彪。此事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。什么条件？条件1，你做了堡主，磐石堡必须依附我救国军。当然了，可以考虑先暗后明，打跑了日本人，少不了你这个堡主和磐石堡的风光和好处。条件2，不得害了柳双儿的性命，把他赶出磐石堡就好。为什么不能要柳双儿的性命？这你别管，照着做就行。好吧，说说你帮我的办法。我们帮你制造个事端，把新四军的人赶出磐石堡，断了柳双儿的依靠。没有了新四军捣乱，4个族老就会依照祖制推举你为磐石堡堡主。我们救国军也会以政府军的名义向柳双儿施加压力。你当上堡主后的事儿就不用我教了吧？你教老子通匪？放屁！我们现在是国军，正牌的国军。你小子孤陋寡闻，真是有眼不识泰山。我们黑风洞的救国军是在三江战区长官部备过案的，后台是军统，懂吗你？话又倒过来说，我们也可以和新四军一道帮助柳双儿，那么你的下场就只有2个。暮雪还是惊雷。
话不怕风吹，熬过冰雪的疲惫，等待春暖的珍贵。前方挡住了谁？目光没有后退，战火走出的姐妹，越过生命的堡垒。狼烟中的玫瑰，穿过迷雾不能后退，经过不让虚美，谁说只会流泪？信仰也有是非，只是我无法奉陪。千山遇上万水，眼中还有热爱，还有热爱。狼烟中的玫瑰，穿过迷雾不能后退，经过不让虚美，谁说只会流泪？信仰也有是非，只是我无法奉陪。千山遇上